大家好，我是 KK，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算一算，我来纽约已经大概有5年了，所以我今天的影片除了是一个记录之外，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5年之间我有什么样的改变。那当然就是我的外表还有打扮可能会因为时间还有环境的关系而改变，但我今天想要讨论的比较是我个性上还有价值观的改变。想说给一些想要出国或是好奇的朋友一些经验分享。在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帮我赶快订阅一下。如果你已经订阅的话，也趁现在这个时候先帮我按个赞。那我觉得我个人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煮饭。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可能只会煮泡面跟水饺那种很简单的。来纽约之后，因为不可能天天在外面吃，再加上纽约也没有很多那种很好吃的台湾菜，或是有的话也通常就离我家没有很近，所以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煮。大部分在纽约的朋友，厉害程度不一样，不过大家应该都有具备自己煮饭的能力。自己觉得我应该算是蛮会煮的吧。就有吃过我的人，有吃过我煮的饭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一下我煮的到底是不是很好吃。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更懂得互相包容与尊重。这个的话，我想要讲一下跟室友一起住这件事情，因为在台湾，我虽然大学4年都住外面，但是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我没有跟室友住在一起，然后的那种经验。那来到纽约之后，出国念书已经很贵，加上纽约算是物价数1数2高的州，在美国。我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说，很多人在纽约都会找室友一起分租，所以学会跟室友相处，就算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改变。那尤其是跟室友住的话，你们可能会共用厨房、共用厕所，那大家要怎么清洁，是互相协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之前自己比较极端一点，我甚至跟我室友是住在同一个房间以外，我们还睡在同一张床。那比较好笑的是，就是我之前都是，我如果晚睡的话，大概1、2点就会睡，但我室友可能都会在3、4点才睡。那所以就是互相尊重跟包容，就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重要。那我当然也运气很好，我们俩个性很合，所以就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这样。还有一个改变就是胆子变大。那当然到新环境有很多挑战嘛，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语言。因为你来这边之后，就是讲的不是你的母语，可能就心里会觉得说有点不敢表达，因为我怕我就是言不及义没有办法表达我心里想要说的话，或是别人说了一句话之后，我没有办法就是马上给我需要给的反应，因为我其实还在 process 这样子。那我后来就发现，其实如果你胆子大一点的话，其实别人还是很愿意听你说什么的。尤其是在纽约这地方，因为很多人都是从不同地方来的，不是所有人就是都是 native speaker， 所以也算是一个好处吧。所以我现在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想要讲什么我就会直接去讲。还有另外一个改变就是更珍惜家人还有以前朋友的相处时间，因为来到纽约之后，就是来到新环境有新朋友，然后再加上时差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常常跟家人联络啊，或是以前的朋友联络。现在科技我们也可以就是视讯或是传讯息，但是就是不像以前可以常常见面，所以就变成我现在会更珍惜每一次可以跟他们讲话，或是回台湾见到面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每次回台湾都超忙，因为就是觉得要跟这个朋友见面，然后要跟这个朋友见面，然后我爸妈可能就会常常觉得说你怎么都不在家，但是我其实也是有安排时间给家人，但是永远都觉得不够。还有一个改变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因为纽约的地铁，如果有搭过的人就知道，千变万化，就是不是比如说今天板南线走，就是永远都走那样子。可能今天 E-Train 就是本来是走这样，可是假日它就走到不同的线，然后或是有时候假日的时候，那个 schedule 乱到不行，你可能突然有一站不停，或是突然每一站都停，就是会变得让你很无所适从。那这样子的话，随机应变能力就变得很重要。就你要常常想说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赶快下车换另外一条线，或是我现在要下车打 Uber 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纽约真的是怪人多到不行。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我朋友在地铁上，就是在行进中的地铁上，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就是有点那种兵兵，然后他拿了一个小刀。那时候因为我们不在站跟站之间，就没有办法赶快跳下车，所以我们后来就看到之后就赶快默默的走到另外一个车厢。就是平常我们可能不会用那个通往另外一个车厢的那个门，可是那天我们就没办法，就想说赶快去别的车厢，因为实在太可怕了。所以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是一个我觉得在纽约蛮大的改变。最后一个也是改变我最多的地方，就是学会争取自己的权益。我来美国之后呢，深刻体会到一句话，就是会吵的小孩有糖吃。有时候如果你不去争取的话，你不为自己发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你自己想要的。我今天就在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有这样子的改变？我觉得是在台湾，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就会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在这边呢，大家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别人跟你说一，你可能会跟他说2、3、4，就是你可能不会就接受一的这个说法。那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之前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的那个薪水是 below market average， 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去跟 HR 争取得到我应该要得的薪水。我觉得有一个怎么讲，这算是一个让你自己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学会怎么去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我都是跟自己说，今天去问，对你来说其实没有任何损失，顶多就是别人跟你说不行或是没办法而已。如果不去问的话，你可能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但如果你问的话，就有了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自己觉得这算是一个蛮好的改变。那我今天讲的这几个呢，我觉得都算是好的改变吧，我自己觉得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分享。拜拜。